国外的媒体都没注意到这一点。他们都说根据以前的记录，降息的话，股市都是跌，或者跌的下跌的几率有多少？他没有注意到这个不同的降息。现在联准会之所以愿意降息，我跟大家讲一个真正的原因呢。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王聊财经》，我是刘宣彤。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我们的总经专家吴家龙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2024年美国降息对股债市带来的影响。那我们欢迎吴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吴老师，今天我们谈这个题目，就让我想到我当年刚来财讯的还是一个菜鸟的时候，我们之前那个孙社长他有讲过一句话，就是不要跟联准会对坐。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这个联准会的动向。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个联准会啊。去年12月，它突然间好像暗示有从鹰派转鸽派，那时候大家就一窝蜂去买债券，我记得很多人都去买，认为那是送分题。可是最近这几次的谈话或者说会议，可能让大家又觉得态度捉摸不定，好像本来预期3月可能会降息，但现在看来是机会不大。那想请老师你先帮我们解释一下最近的这个联准会的态度，它的政策思维或立场到底是什么？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我们每周呢都会更新节目，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的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的状况。同时呢，2024年也是财讯的50周年。不管您是加入频道的会员，还是针对我们的节目留言按赞，都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联准会的立场呢，就是对付通膨一定要达到政策目标才会宣布胜利。那政策目标或者长期的利率目标是2%，是。那所以已经有人也会专门挑这个问他说，为什么是2%啊？为什么不是1.5%或2.5%之类的？是。他当然了，这个是各国央行，应该是纽西兰央行最先发起的。那各国央行觉得这个有道理，2%以下容易陷入通货紧缩，尤其是1%以下，2%以上容易变成通膨，因为有没有通膨的那个门槛是3%，3%。所以2%的话，算是介于通膨跟通缩之间的一个比较中性一点，是，那就变成叫做良性通膨，没有通膨不好，然后有通膨太多也不好，所以取一个2%当做政策目标。我们留个2%的话，这是通膨，对不对？然后利率的话，一定是通膨率再加上实质利率，对。那所以最后的利率一定是比2%高，比如说3%或4%。那个这样的话呢，那个利率就有降息空间。如果现在出状况，联准会要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它有降息的空间，对，不然不用动不动整天都要搞量化宽松、零利率这样，所以它保留一点降息空间，它说随时应付可能的那个行动需要这样子。好，这个是联准会的立场，要朝向2%。那现在问题来了，联准会现在解读通膨的情势，根据数据他说了他的立场是这样：去年2023年通膨确实大幅降下来，是但是离这个目标还2%还有一大段距离，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估计通膨会继续走下行的趋势，就是往下走的趋势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货币紧缩效果估计会在一段时间内陆陆续续展现出来，因为这个有政策滞后性。大概多久？通常教科书上会说9个月到12个月了但是就是说有的人说短一点6到9个月，就2季到3季，有的时候会3季到4季。总而言之，有一段时差，中间值大概9个月吧如果美国联准会真的要用利率政策来帮谁大选的话，那你要算时间，9个月后你要在10月份看到效果，你减9个月的话对所以有人才说3月份就要动嘛因为有政策滞后性，那所以现在的紧缩还有一些效果会陆陆续续在今年的后半段逐渐展现出来，就是去年的降息大概到今年下半年会看到效果出来，是因为有这个落后性，所以联准会可以必要时可以观望一下效果如何，如果不够再加息，如果够的话就到此为止，就是升息终点看到了这样子。所以联准会现在是在观察通膨的情势，然后他面对2个风险，通膨可能会反弹，的确发生。我们之前在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就有提到，通膨可能会反弹，叫金融市场不要急着期待降息，因为联准会对抗通膨的经验里面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过早降息，结果通膨稍微停顿以后再创新高，突破前高，结果逼得联准会只好又把利率升上去。升上去以后又再降息，通膨又跌回来，没错。可是通膨没有真正解决，降下来以后也还是在高点，结果呢又再冲第二次，这样的情况
曾经发生过2次，一次当然是1970年代那个通膨，对，另外一次在大概30年代的时候，到后来呢，胡尔克到最后就不管了，不管37、21，直接把利率拉到20%，是，最后这样才把通膨给打下来。所以汲取以前的教训，联准会宁可降得慢一点，而不要说降得太早，以后又要再升息，来把通膨压下去。那这第一个就是怕通膨会反弹，那通膨的确反弹。从2022年前年的高点6月份看到高点 ，CPI 的增长率是9.1%，然后到去年的6月呢降到3.0%，这个是很可观的降幅。从去年从7月开始，一直到12月到今年1月，全部在3.0以上。降不下来。对，7月份从3.0到3.2， 8月份3.7， 9月份3.7，再来了10月份3.2、3.1，好，3.4又3.1，这样就是在3% 到3.7% 这个地带盘整。对，这样很糟糕，因为这样表示通膨会拖下去，就是通膨，这个叫什么来？这个叫通膨的最后一里路的困境。降不下去3%，如果你只是2.9、2.9、2.92、2.98这样的话也不行，最好能够跌到2.8以下。这样的话才算是比较明确的脱离3%，向2.5%、2.2%靠近啊。联准会现在在算的是说，他有把握去年12月突然转那个论述哈，是因为他知道通膨会下行，而且他有把握会跌破3%，但是没想到现在撑很久。那撑很久有个问题，如果通膨在3% 到3.7% 一直盘旋下去的话，会引出后患，就是说通膨预期心理会成型。通膨预期心理一成型的话，我告诉你完蛋，打通膨会宣告失败。所以联准会非常小心，他知道通膨降下来是可喜的，所以他问一个问题：通膨数据怎么看？要看中期趋势，看有没有这个可持续性啊，英文叫做 sustainability， 就是能不能可持续。现在是下行已经卡住了，联准会主席还进一步解释，他把通膨数据拆成3大块，第一块叫原物料或商品，第二块叫做租金。再来工资，那工资主要是针对服务业啊，租金主要是住房嘛，房地产这个部分哈，包括住房商用这些。那第一个原物料或商品，当然就是材料了哈。那重点是那个原油啦，油价哈，那个是20%，租金的部分占30%，那工资的话占50%。目前的解读是这样，就是通膨数据会大幅度降下来，真正的原因是油价的下跌。然后呢，租金还在6%以上，工资还在4%以上，这2个没有降下来，所以联准会为什么不肯在3月份就说要降息？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要确认租金跟工资也真的降下来，不是只有那个油价跌下来这样子啊。更何况油价下跌，现在有一个地缘政治风险，中东战争可能会造成那个油价的运输受影响，甚至于运价上升，这样的话可能会对通膨造成反弹。就是说，油价的部分是通膨数据下跌的重要力量，但是这个让通膨数据下跌的推动力量，可能力气已经用尽了，英文叫做 peter out， 就是已经力气用完，利多出尽那后面的租金工资的下跌没有补上来，如果租金工资也开始跌，那就好办了嘛对，所以现在只看到油价下跌但是呢，下跌的到现在的话好像已经停住了，所以呢，通膨数据下跌的那个驱动力量好像用完了。然后呢，他现在给的指引就是说今年可以降息，大概确定今年可以降息。那这个有差别，原来他认为今年根本不会降息。他不是那时候暗示12月暗示说3次吗？那12月是后来嘛。他早先的话是说，23年、24年都不会降息，降息考虑什么时候呢？25年。那今年为什么后来现在改口，就12月改口？就像你说的，通膨数据的下降居然超过联准会的预期，所以联准会才开始做改口，是这样来。是。那现在的话，他是说今年大估计目前的给的指引是说今年会降息，降3码，但是的第一次降息不会在3月。这是目前联准会给的那个降息的展望啊。好，那现在我们看起来，他说那什么时候会？然后就有人就问嘛，你为什么既然说通膨降下来，那你简单讲了，为什么你3月不降？所以那个 CBS 那个记者就问他们，为什么3月还不降？然后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好数据，叫做 more good data 而不是 better data， 不是要数据更好，不用，数据在这样就已经够好了。但是我们要更多好的数据，其实它就在测持续性数据要提供中期趋势，所以要有持续性。
反过来讲就是什么？它有一句名言叫做“单一数据不构成中期趋势”。那当然，如果单一数据高了特别高特别低的话，那个都要过滤掉。大家看的是中期趋势，这第一点。中期趋势的话要看可持续性，可持续性的话就要去拆解通膨数据的内容，然后针对每一块去谈它的那个下跌趋势是不是有持续性。然后呢，金融市场对降息的那个反应政策思维这个反应是这样：如果实体经济的数据强，然后金融市场就解读联准会的降息会后延。股市会跌啊，债券市场的价格也会跌，殖利率可能会上升。那如果今天看到实体经济就跟劳动市场的那个数据转弱了，那大家就高兴说，联准会可能会提早就降息，早一点降息的这样子。所以呢，现在变成说好数据可能造成股市的下跌就是坏结果；坏的数据可能有好的结果就变成市场情况，就市场的心态跟预期嘛。对，所以现在我们进一步看如果真的开始降息，我跟各位观众讲一下目前的猜测是这样：3月不降以后，假设3月真的不降以后，那下来就是5月、6月、7月是这3个情况。但是我认为6月的可能性最大，为什么？因为联准会的8次会议里面，3月、6月、9月、12月，就是每一季的第3个月中旬这一次，是有给经济预测的。经济预测包括 GDP 成长率、失业率跟通膨率，另外加上利率路径的点阵图。对，他会给这4个资料，那3、6、9、12才会给，所以呢，很可能就是6月份的利率会议会给出指引，对不对？前瞻指引给出预测，这个时候呢，顺便来降息，对，这个可能性很大。然后呢，接下来的部分当然毫无疑问要看数据是不是跌破3% 哈。那目前最新的情况是这样 ，CPI 先讲 CPI，整体 CPI 的话，目前降到3.1，还是没有跌破3%哈。然后呢，核心的 CPI 是3.9%，就是跌破4%，已经连续2个月跌破4%，都在3.9这样。那 PCE 就是联准会最常引用的通膨数据叫 PCE， 那 PCE 的话已经跌破3%到2.6%，然后核心的 PCE 也就是联准会引用的数据是2.9%，刚刚跌破3%，这个也是通膨爆发以来第一次看到核心 PCE 跌破3%。所以理论上这是一个好消息，那所以这也是其实联准会心里有数，应该会看得到，但是他们就是宁可再等一下就是说确认宁可晚一点降息，而不要太早降息那就是说现在的预测就是说联准会今年会降息，可能性是第2季5月、6月、7月，以6月可能性比较大，然后估计的话，他现在给的是降3码，当然要看数据，市场本来预计会降6码，现在修正为降5码。总而言之市场还跑在联准会前面。那之前原本联准会都一直泼冷水，要市场冷静下来，冷静，不要那么乐观。好，如果降息的话，那请注意一点就是说，短期公债的殖利率跟联准会的官方利率有高度的联动性。这个因为期间短，替代性高。联准会的基准利率，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银行隔夜拆借利率。OK， 对，然后呢，跟那个什么3个月、6个月然后两年期就是这个短期的公债的代替性高，所以它的那个殖利率的连结性很高。利率一升，短期公债的殖利率就升；利率一降，短期公债殖利率就跟着降。就它反应非常快。对，非常敏锐。但是长期不一样，因为长期的话，就比如未来5年、10年的话，他要看这5年、10年的那个通膨率。如果通膨降下来的话，后面的那个通膨率比较低，所以呢，长期公债的那个殖利率有可能是算平均的关系，会比短期的低。这就是它所谓利率倒挂。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你闲置的资金要去买公债，然后呢，你风险承担能力还够，你想玩大一点的，你可以玩短期的，因为短期的会随着降息波动比较大，反而长期的话它比较平均，它是几年5年、10年这样的平均的那个通膨率嘛所以它反应会比短期的慢一点，敏锐度没那么高。就是说，只要有降息，就是短债会马上有变化。对，政策利率降多少，短债的那个报酬率就降多少，就是说敏感度很高。那你看它升息升到现在，长期公债殖利率没有跟上来对，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叫传导失灵。货币政策有个传导过程叫 transmission mechanism，那传导失灵就 transmission failure。传导失灵，为什么传导失灵？因为10年期公债没有跟上来。为什么呢？因为货币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消费投资，那个是透过10年期公债殖利率。这个10年期公债殖利率是商业交易用的利率的基准。
啊，从这里再去加码，房贷、车贷、信用卡、企业贷款、学生贷款这些各种不同的市场那个交易用的利率是根据10年期公债殖利率来做加码的。那所以呢，货币政策要影响实体经济的话，一定要透过10年期公债殖利率。结果10年期公债殖利率没有跟上来，是短期跟得很紧啊。所以我说，如果你想玩那个敏锐度高的话，就做短债。对，如果你比较放长的啊，比较看长期平均的，你可以玩长债啊，是这样子。那要不要谈一下股市呢？那因为原来这个所谓股市最讨厌的就叫不确定性。是。那如果降息的这个不确定性越来越减少了，越来越看得明朗了。那么不确定性的下降对风险资产来讲是个好消息。第二点，升息循环过程中开始宣布升息的时候，股价是跌。对。可是后半场的话，其实股价是涨。为什么？因为通常联准会敢升息是有实体经济的利多前景做背景了。一旦升息结束，甚至于转成降息的话，那么通常股市是上涨。过去是这样。然后呢，现在有人提出质疑说，过去2次降息的时候，后面都是什么？都是跌。如果联准会开始降息的话，别高兴太早，准备跑。他忘记一件事情，过去2次大的降息就是网络泡沫破掉后那一次，2001年开始，还有，然后呢，再来就是那个07年开始降啊，08年呢雷曼兄弟之后更是跳水，直接降到0利率，是这样。那个都是因为金融领域出状况，他要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所以他的降息呢，由正常利率直接拉到超级宽松。注意正常利率这样子，加息叫做正常紧缩，然后再更高的话叫做过度紧缩，然后降下来叫正常宽松，再降下去的话叫超级宽松。是这样子。那以前的降息是要从正常的利率水平直接拉到超级宽松，现在是从过度紧缩降到正常紧缩，降息之后还在紧缩，这跟以前降息不同。现在所有的媒体，包括国外的媒体都没注意到这一点，他们都说根据以前的记录，降息的话股市都是跌，或者下跌的几率有多少，他没有注意到这个不同的降息。现在联准会之所以愿意降息，我跟大家讲一个真正的原因呢，就是他要保持2%的实质利率。就是实质利率就是利率减去通膨率。对，通膨率它的数据用用核心 PCE 来算的话，现在核心 PCE 跌破3%，对不对？对。那我们的利率在5.33%嘛。对。所以呢，这个一减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实质利率有2个百分点以上，超过。所以只要通膨率降的话，它的降息可以保证还有2个百分点的实质利率，这样就有足够的紧缩性。所以它的降息是因为通膨降下来。它为了保持2个百分点的那个左右的这个实质利率，它可以把那个利率降下来，所以降下来以后还是紧缩。以前的降息的话是降下来以后是宽松，甚至于超级宽松，不一样的降息。金融市场出事情，当然会把实体经济拉下来，变成经济衰退啊。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没有看到金融风暴啊。也没有早期迹象啊。那最近提到一个东西叫商用不动产，是为什么要提商用不动产？不是说联准会特别关心房地产市场，你房地产买卖赚赔那看你家的事，他联准会不管。但是联准会关心什么？因为商用不动产的背后是大型银行的贷款，然后商用不动产金融体系，商用不动产受伤可能会伤到银行这边，不良资产会暴增，那可能会冲击到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所以联准会关心的是这一点。那现在的话，商用不动产冲击的是谁？中小型银行跟区域银行。中小型银行跟区域银行的话，联准会有把握，这是可控的风险，所以他就找大型银行把这个出事的中小银行诟病，内部处理就好了。所以联准会关注的是大型银行，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有没有出事情，那叫金融系统性风险。所以你现在看到纽约社区银行，还有去年的矽谷银行，那个都中小型银行，那个一出事情的话，可以解决的，那个是可控的风险。所以呢，现在商用不动产是不是会带来系统性风险的话，联准会目前没有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这一次的降息是从过度紧缩进入正常紧缩。那这样的话，就是跟更早以前的资产泡沫以前的那个升息比较像。升息一结束以后，我告诉你，股市是大涨。所以这个19000其实是有道理的，接近19000这个有道理。你说台股啊？对啊，我自己看是24000啊，因为2年前我们看到台积电上688这个高点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讲，老谢也讲，其实应该700会过，就是说当时是看800，有的乐观眼看1000。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台积电的海外设厂要施工2年到2年半嘛，然后呢，一旦施工完成的话，对台积电的营收获利肯定是加分嘛。那现在看起来，台积电的设厂越设越多，在台湾也很多，在国外也很多。
熊本厂本来说设2个厂，现在搞不好设6个厂啊，6个。对，就是所以台积电的海外扩张的话，会对它的营收获利肯定有贡献嘛。这部分的话，现在还没反映出来，所以现在行情没涨很有道理，到时候一定会反映这个部分啊。除非你说海外设厂的话，毛利率降低，把台积电的毛利率拉下来，那就另当别论。现在看起来还不至于啊，因为熊本厂日本人的半导体业被美国打压这么久，这一次借了台积电借壳上市，以台积电为名义，美国要台积电在海外设厂，叫做分散地理风险，对不对？那日本的熊本厂现在弄得很好，对不对？就日本憋了那么久，赶快抓住机会冲上来，所以呢，熊本厂不但进度超前，超过美国厂，然后呢，可能还要多设几座这样子。那所以呢，这样看起来，熊本厂可能对台积电的将来有贡献。那再加上德国厂，所以美国厂是可能拉扯后腿，对不对？但是日本厂跟德国厂估计会补上来，所以台积电有道理继续涨，就会带动整个大盘指数了，是这样子。24000哈，没有，那是我们一个乐观期待哈。OK， 蒙您金口。你看嘛，台积电那个突破688也等了2年呢。是啊，就是它在海外设厂的这2年呢，而且再加上接下来是 AI 爆发嘛。AI 题材爆发嘛，那所以呢，估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应用领域会用到这个 AI 晶片的。好，所以债市跟股市我们分开看，其实还要看一个东西呢，就是美元美元指数。美元指数的话，大家都说它降息以后的话，美元指数会看跌了哈。但是呢，应该不至于。为什么？其实联准会延后降息还有一个理由，除了这些经济因素以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地缘政治的理由。中国经济如果继续下行、继续通缩的话，估计会对全球景气有影响。是，那联准会可能本来要预防一下，所以宽松一下，现在发现没有影响。现在鲍尔主席的最新说法是，中国经济跟房地产的那个走衰，对美国影响不大。它的升息其实是抽银根的。是，就是说从美国流出去的量化宽松流出去的资金，现在要收回来。那资金流到哪里去？最多中国了。因为中国的量化宽松超过美国加欧洲加日本的总和了，然后中国自己大印钞票，然后指着美国大印钞票，中国自己的负债超过美国，然后指着美国说美国在负债很多，叫做东升西，叫做美国会走衰落，中国会崛起，完全误判啊！所以那很多数据出来以后，大家才发现。搞了半天，他自己大印钞票，说别人大印钞票，所以又是大国的博弈嘛。对，那所以呢，很可能美国联准会的货币政策跟国家安全、跟这个美中关系跟所谓全球景气都连在一起。货币是美国的货币，但是影响是全球性。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吴家龙老师他在总经这边深入浅出的帮我们解释了非常多的经济数据，包括这个2%这个数据到底怎么来的，原来是纽西兰那个时候的。今天呢，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也欢迎你支持我们的节目，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那也欢迎收看我们其他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拜拜。